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很多线上的老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我婚前的工作呢是空服员，当时我的 home base 就在新加坡。今天分享的这道食谱肉骨茶肉骨茶，这是 stay 在新加坡时最爱的料理之一。每次飞回去觉得很疲惫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巴沙点上一碗，喝完元气立马大恢复啊。新加坡的一般是偏清汤，白胡椒风味重，而马来西亚的是药材汤底，汤的颜色会比较深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新加坡式的肉骨茶，因为我比较喜欢。如果你想学马来西亚式的，请留言。赶快来备料了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呢，是肉骨茶有一个基础的香料茶包，说实话厂牌真的超级多，每个品牌也有自家独门的配方，这个部分也蛮主观的，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，有人专门对这个肉骨茶的香料包有一些详细的分享。我试过蛮多家不同的牌子，其实都还不错，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不想买市售，那你可以参考荧幕上的配方，这个是我自己配的，想自制肉骨茶包的可以参考一下。另外就是很重要的蒜头，蒜头呢记得不要去皮哦，甚至可以用一球一球的一头一头的蒜哦，只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，因为蒜头是同时下锅炖煮，这样比较不会散掉，汤头才清澈。另外是猪小排的部分，通常是选择肥瘦参半的紫排，也有人会称为五花排。如果想学新加坡当地的某些店家，甚至可以选比较长的一整根哦。我吃过某些店家甚至有20公分那么长的紫排，很酷哦。长短就请肉贩帮你剁。先来汆烫小排，直接冷水下锅开始煮，大滚之后再煮个2-3分钟，让杂质浮沫都出来，之后就可以关火，移到水龙头下，把排骨整个冲洗干净。冲洗干净外表杂质浮沫的排骨，直接放入锅中，加入几朵泡软的干香菇，清洗好的蒜头跟其他所有的调味料，就直接按照我前面给的材料配方，接着放入2包的肉骨茶香料包，我觉得放2包味道比较够。接着放入清水，这个水的量呢是我觉得刚刚好的量，如果口味比较重或是淡的朋友再自行微调哦。就直接加入冷水，大火开始煮。一般瓦斯炉直火加热的方式就是煮到大滚之后改小火炖40分钟，喜欢很软的可以拉长到60分钟，最后阶段再关火焖20分钟。那我今天用快锅来煮，快锅可以缩短不少时间，我用 WMF 的快锅，大滚之后设定最高压，2条绿色压力指示线升起后改小火，计时8分钟。8分钟是我家喜欢的口感，有点嫩又不会过嫩，然后还保有满满的肉汁，就是软嫩中又带 juicy。 时间到后呢，再关火，等待自然泄压，这个就算是焖的阶段，指示线完全下降之后就可以开盖了。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满是生香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排骨的状态，看起来形体都保持得很好，而且肉非常的多汁，但怎么样证明它真的已经很软了呢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骨肉分离啊，有没？这样真的应该足以证明它已经很软了吧。我是不喜欢那种一入口就化掉没口感，但每个人喜好不同嘛，如果你就是想要那种排骨整个入口即化的话，可以压力指示线升起之后计时25分钟，没快锅的就是炖2小时。为了让汤头比较清澈一点，我们可以捞除表面的猪油，这个猪油不用丢，可以拿来炒菜，炒菜就可以不用放肉丝了，超级香，拿来拌酱油饭也可以。接着我们再次开火煮滚，可以尝一下，如果觉得味道不够的，可以这时候来调味。我是觉得这个咸度已经是刚刚好了。其实有很多肉骨茶的变化吃法，有人会加入豆腐、豆皮、蔬菜，甚至是一些丸子类都有人加哦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单纯的肉骨茶。移除香料包之后，我习惯再加更多的白胡椒粉。我觉得肉骨茶一定要有大量白胡椒的风味。来看一下它的汤头，清澈中带着黄褐色，你要搭配一坨面线啦，或是直接配白饭都超好吃。新加坡当地的经典一定要搭配油条，去吸饱那个汤汁，真的爆炸好吃。哇塞，你看看这一碗，真的是暖心又暖胃的肉骨茶啊！做法又超级简单，怎么可以不做起来嘞？新加坡肉骨茶肉骨茶，等你交作业咯。요즘 사람들은
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표정들